有一种说法，用了大电视的小伙伴是肯定回不去看小电视的。上次做完节目之后，我换回了原来的电视，真的总感觉空空的。我换一华为，再下一盘大棋。这才过了半年，我要拿到了 V Pro。我的客厅终于不再那么空了。但是我的阳台也满了。这次到的呢还是75寸的版本，往电视柜上面一摆，那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。V Pro 呢也还是 Mini LED 背光，别的先不说，大家可知道 Mini LED 电视有多重啊？哎呦！峰值亮度官方数据是1000尼特，听起来好像没有老大哥那么强。但是再想要找一个1000尼特峰值的显示器，本来就挺难的，好吧？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参数算是很平衡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终于有了 HDMI 2.1了，这可比亮度实在多了，好吧？现在你完全可以用 HDMI 输入 4K 120帧，还带 HDR 的画面，原汁原味的喂饱这块屏幕，而不是只能通过补帧来看满血的画面。虽然现在支持 4K 120的游戏好像很少，就更别说带动啥大作跑 4K 120了。具体的显示效果嘛，还是小伙伴们自己评价一下吧。我肉眼看上去呢 ，HDR 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，光晕控制、色彩、响应延迟这些都很不错。举个例子，这是一台 MacBook Pro， 用的也是 Mini LED 的屏幕，但是如果我用慢动作来看呢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画面已经切了，但是感觉就像是渐变过去的一样。这台电视的延迟居然还更小，几乎就是瞬间切换过去了。如果把灯关掉看电影的话，效果相当不错。不过呢 ，V Pro 的分区数并不算多的夸张，所以某些特殊场景，比如说烛光或者是很小的篝火，光晕会比 Super 那种要大一些。Mini LED 的光晕斜着看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。但是如果来到正面的话，即使不是暂停仔细找茬的话，很难看到这个光晕的。而且这台电视也是第一台支持 HDR Vivid 和 Audio Vivid 的电视，算是这个标准的最先实践者。虽然是个比较新的技术啊，但是电视毕竟都需要用个大几年呢，这些格式先支持起来也挺好的，到时候也不至于纠结，对吧？手机上面的计算什么什么的格式也被带到了电视里面，我实际感受比较明显的还是计算画质。官方说法是鸿鹄 Super Mini LED 计算画质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啊有点 PTSD 啊，但是实际上效果挺明显的。它并不是传统的补帧和降噪，而是类似超分辨率，还有 SDR 自动映射成 HDR， 或者是改善一部分色彩这些功能。只要是符合规格的视频输入，它就能计算。之后还会增加支持更多非标准格式。之前总是会担心本来就不是特别清晰的视频上到大电视就会更糊，那这个功能就能让它不挑片源。如果有些小伙伴喜欢看老电影啊，或者是动漫的，应该会很实用了。不过作为一个连机顶盒都没有的人，我客厅放电视最大的原因还是它。这回真正巨大的提升其实是游戏，不就是加了个 HDMI 2.1 吗？其实 HDMI 2.1还有几个功能，一个是 VRR， 一个是 ALLM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，VRR 其实就是和电脑上面的 G-Sync 这些是一个意思。电视机的刷新率会同步游戏的帧数，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会出现画面撕裂的情况。如果帧数变低的时候，还能让视觉上看起来更流畅一些。玩老头环的时候，当时帧数更低的 Xbox， 因为有 VRR， 其实视觉上能达到接近 PS5 的效果。但是 PS5 也开启 VRR， 这不是无敌？不过 PS5 的 VRR 还要等几个月才能来，到时候再试试看吧。听说这个 PS5 的 VRR 模式提前更新了，我这一波算不算是给 PS 背刺了呢？但是呢，它这个激活方式有一点点奇怪。我先找一个支持这个 VRR 模式的游戏，然后找到这个设置，然后这里有多一个120赫兹显示模式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要同时在系统设置中启用 VRR， 我们打开一下。黑了，然后呢，它还得把这个 HDMI 拔插一下，然后再重启这个主机，才能在那个主菜单中看到这个 VRR 的选项。我这拔下来插不过去了。有了，你看看人家 Xbox 早就有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更新呢？
ALLM 听起来倒是很高级，什么自动低延迟模式，实际上我查了一下，就是可以自动切换到游戏模式。不过 V Pro 的切换又没有那么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是精髓。咱们都知道，其实电视是能识别到游戏主机型号的，然后华为就在这个上面又做了点东西。其实不同的游戏机适合的画面调教并不相同，所以如果识别到 PS5 呢，它就会把这个画面调到和索尼电视比较接近的色温，氛围感比较好。这种风格比较适合 PS5 上面的主流3A 和叙事类型的这些游戏。如果识别到的是 Xbox 的话，就会调整成 D93 这种比较冷的颜色，更适合 Xbox 上面的车枪球这些竞技性比较高、画面偏向真实的风格。老头环打不过，我还打不过你儿童环吗？连 Switch 的色彩呢，其实是和 Switch 上面那块小屏幕是尽量保持一致的，这样子就不会违和了。给大家对比一下，没有优化和有优化的区别有多大。打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延迟还蛮小的，我特地转圈圈试了一下屏幕的拖影，并不明显，延迟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这个游戏模式不会像某些电视机一样和其他功能冲突，就算是开启了游戏模式，它的 HDR 色彩模式这些也不会受影响的，只是不能用一些比如计算画质啦、降噪啦这些功能而已。说实话，它已经满足了我在家里面放一台客厅电视的几乎一切设想。HDR 有，而且是1000尼特的 HDR， 亮度够高，音响效果也够用，就算是在大白天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不插音响打游戏，我都觉得毫无问题。而且还加上了 HDMI 2.1，对游戏机的专属优化，兼容性应该算是独一档了。鸿蒙的电视系统也是绝对数一数二的，还没有广告。这台电视最后的售价是1万多，小伙伴们觉得这新一代画质技术加上鸿鹄 Super Mini LED 计算音频等等这些加持，撑不撑得起这个售价呢？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